城市化進程導致人口向中心城區急劇湧入，隨之而來就帶來了土地匱乏的問題，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都市核心區。那麼向天空要空間就成為了唯一解。但是当时的技術無法實現。19世紀末，奧迪斯發明了安全電梯，鋼結構框架技術取得重大突破，讓建築擺脫了磚石承重的物理極限，從此高層建築就誕生了。高層建築的產生最初不是為了居住，更多是辦公樓，或者說是資本的紀念碑，為了彰顯實力。而今天咱們要講的高層住宅，它產生的初衷其實帶有濃重的人道主義和現代主義的色彩。二戰結束之後，歐洲的住房極度短缺，當時很多建築師認為高層建築能解決這個問題。代表人物就是20世紀初的現代主義建築大師勒柯布西耶，他提出了光輝城市的設想，就是讓人們居住在一棟棟的高層住宅當中，然後省出來的地面空間全部退讓給綠地、公園還有陽光。這個理論被認為是解決貧困還有城市擁擠的終極解藥。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都開始大量建築現代主義的高層住宅。當時的人們認為高層住宅就意味着現代、效率、衛生，但是現實的發展並没有想象中的那麼美好，這個現代主義的高空烏托邦很快就遭受到了重創。被拿來反覆講的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是美國聖路易斯市的普魯伊特伊戈社區。這個社區的設計師是日裔建築師山崎實，也有音譯叫亞馬薩奇，他也是後來美國紐約雙子塔的那個設計師。當時為什麼要設計這麼一個龐大的社區？就是為了讓低收入人群有一個高品質現代化的居住環境。於是一共33棟樓，每棟樓11層，拔地而起。但是當時為了節約成本，電梯並不是每一層都停，整個走廊又長又暗。於是很多人有錢了之後就想搬離這個社區了，因為一些安全問題，偷偷摸摸的事情經常在發生。然後這個維修資金越來越少，最終導致這個維修費用資金斷裂。然後這裡一下子很快速的就沦為一個貧民窟。緊隨而來的，你看看昏暗的公共空間、廢棄的電梯、陰暗的樓道，帶來的就是槍擊、搶劫、販毒。在最嚴重的時候，警察都不敢靠近。終於在1972年，聖路易斯政府決定把這一個社區給炸毀，並且他給整個西方社會留下了一個深刻的教訓：大量的人居住在高層當中，一旦後期維護資金跟不上，各種各樣的問題就會隨之產生。高層住宅並不能自動創造一個良好的社區。這個案例也影響了整個歐洲，主要經歷過二戰的幾個國家，戰後也大量建造了高層住宅，並且很快這些區域也出現了嚴重的治安問題以及階層的固化。當然沒有美國那個例子那麼嚴重，但是確實和原先設想的那個方向是相反的。這之後，歐洲就徹底調整了方向，對高層住宅的發展亮出了紅燈，絕不大規模成批的建設高層住宅。說到這裡，咱得說一下高層住宅的一個誤區，不是說歐洲不建高層住宅就是高層住宅不好，它只是一種建築形式，決定整個居住品質的更是在於高層後面的原因，比如說人口密度、社區管理以及城市設計。如果這3個問題做好了，那麼高層住宅一樣可以提供非常好的生活品質、生活社區。但如果做不好，低層的住宅區也可能成為問題社區。所以高層住宅並不是目的，而是解決城市問題的一個工具。關鍵在於這個工具要怎麼被使用。那咱們來看一看德國的高層住宅是怎麼做的，跟我們的高層住宅到底有什麼區別？德國的住宅觀念，或者說整個歐洲的住宅觀念，一般的老百姓更願意住在4到6層的樓房當中，或者有錢的會住在郊區聯排或者獨棟的別墅當中。而高層住宅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不能說100%，已經變成一種高端的住房。那在德國呢，這個地塊相对都比較小沒有圍牆，也沒有門衛。那這一點很不一樣，咱們的地塊就比較大，建築面積也大很多。那為什麼德國只建少量的高層？因為它不需要依賴高密度來解決住房問題。而第二點，德国也其實並不喜歡高層，因为经历过二戰，高層很多被炸的時候逃生就有問題，他心裡就有陰影。但是整個德國有一個城市是例外，那就是法蘭克福。法蘭克福的高樓非常多，但是它多數都集中在一個區域，就是它的金融區，而且主要的用途就是辦公。而真正算得上是高層住宅的數量其實並不多，而且價格還都不便宜，因為地塊小嘛，它都是一棟一棟開發，而不是成批的幾十棟同時建設。它最主要的核心賣點就是景觀，所以這裡的高層住宅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定位、更好的建築材料、更高的施工標準、更好的物業管理。其實高層住宅的核心最主要的賣點一直都是景觀，另外還有其他的價值，比如說更好的採光、更多的日照、更低的噪音、更開闊的視野。因此這些條件加上去，對於歐洲的高層住宅來說，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更好的服務，所以也就帶來了更高的售價。在咱們的建築設計標準當中，每個地方不一樣，有的是大寒日要2個小時，有的是冬至1個小時。
這裡還指的是至少有1間房間。那有的地方嚴一點，只要有臥室的，必須滿足2個小時。德國对日照和採光也有相应的要求，但就高层住宅來說，一般只要朝向合適，幾乎從早曬到晚。另外一個更好的景觀、更開闊的視野，但是國內很多高層普遍前面看過去就是一棟棟的高層，所以這樣一比較，咱們的高層特點跟歐洲的高层特點好像完全是不一樣的。那從發展的歷史來看，就是咱们的發展非常的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應該是全球或者說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數億人口進入城市，那這時候住房肯定是短缺的，而這個時候出現的發展模式大概率就是粗放型的，但是它又有一個自洽的邏輯，人們需要更多的住宅，開發商需要賺錢，而地方也需要財政收入，那就出現了一個關鍵詞，就是容積率。容積率就是地面上造的面積除以這個地塊，越大意味着建築面積越多，那反映出來就是建的樓越高。所以呢，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那麼在規劃的時候基本上就會盡量提高它這個土地的容積率。一個項目給到設計院，從最初的強排開始，容積率肯定是做滿的，少0.1，開發商就少賺了很多錢，所以絕對是拉滿的。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大量的20多、30多層的高層小區，一般是33層，就是100米以下，因為超過100米呢屬於超高層建築，那它的整個消防標準、電梯、樓梯，所有的標準都不一樣了，那這個成本就隨之而來上去了。所以很少的開發商會去做這個超高層住宅，也有，但相對比較少。所以這種發展模式很快的解決了住房數量不夠的問題。原來地塊拆遷了，得到了很多的拆遷款，而開發商也賺錢了，那地方呢也有財政收入。但是從建築來說，高層最大的景觀、日照這些特點好像被摒棄掉了。除了這個小區的第一排，當然第一排可能馬路對面也是一排高層。這樣的發展模式又帶來了另外的問題，那就是千城一面，大量的流水線產品在每一個城市這樣造起來，尤其在形成路徑依賴之後，很多開發商是停不下來的，因為一旦停下來，資金就會出現問題，那後續就會出現很多連鎖反應，這裡就不具體展開講了。那除了以上幾點有不同之外，高層住宅有沒有什麼共同的問題？有，那就是後期的維護資金。這一點無論是在歐洲的高層住宅，還是咱們國內的高層住宅，隨着時間的推移，都會面對這個物理規律的問題，那就是老化。而高層住宅它的問題解決起來會更麻煩。首先我們來說單棟樓，外立面老化，牆皮掉落，美不美觀另說，那這個高空掉落物都會有安全隱患。除了立面之外，還有就是內部它的管道老化、腐蝕、堵塞、漏水，一旦哪一層出現問題，就會引發連鎖性的反應，到時候鄰里糾紛、矛盾怎麼解決？另外一個高層最重要的電梯，因為高層的電梯是頻繁使用的，一般電梯15-20年就要經歷一次大修或者說整體的更換，那這一筆錢怎麼辦？因為更換一部電梯的價格可能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那這筆錢怎麼來？那鄰里之間能不能形成統一的意見？一旦電梯停了，那對於高層住宅來說就失去了所有的居住價值。另外還有就是咱們比較有特色的公攤面積，因為只要是高層住宅，它的得房率並不是那麼高，一般30多層70%幾，所以很多居住在裡面人的心理天然的就是會有點失衡的。那走廊裡放點東西，物業費、公共維修費用，因為隨着這個大樓變舊，設備損壞增加，那這個費用肯定是隨着時間而上漲的。那這個費用要怎麼交？這個就非常容易引發業主跟物業公司之間的拉鋸戰。所以一旦物業費收不上來，那這個維護就跟不上，那整個社區就會變成有點舊了，設備有點壞了，沒人理，那整個社區環境就變差了。變差之後，業主就怪物業，你怎麼不弄啊？不弄我就不交物業費了。那物業費收不上來，繼續沒人理，那就這樣就變成一個循環了。那整個社區就逐漸開始荒廢。而這一點在德國是怎麼處理的呢？在德國住宅的立面定期會進行一次粉刷，大概是15到25年，不僅是刷一下，那整棟樓呢外保溫可能会進行一個升級。那具體操作它就有一個業主大會，你可以理解為業主群，它有一筆維修準備金，定期呢會評估這個房子有沒有裂縫啊，能源設備有沒有問題，所以一旦進行評估要整修的時候，那這筆資金就會動用，對整個房子進行一次大的修�繕，並且大概在2到5年會有專業的公司對整個下水管道進行檢查並且清潔。另外在用水方面，每個地方不一樣，我所接觸到的就是物業基本上每3年對於這個水進行一次檢查，像有沒有軍團菌啊，如果檢測出來這個濃度超標，就會進行一次消毒。雖然這個過程比較慢，而且一般這個管道大概是30-50年這樣子，如果達到了年限，或者說這個漏水十分頻繁，那業主大會就會開會討論，如果有需要，那整個居民配合進行管道的更換。而最主要的電梯每幾個月就會進行一次保養，那每1年進行一次安全檢查，
然後每3年就需要獨立的檢測機構進行一次檢查。其他的還有什麼暖氣系統啊，有的還有煙囪，也會進行定期的保養跟維護。那這個準備金呢，一般來說是按照居住的面積來收取，因為它的建築面積相对也小很多，所以管理起来相对來說也方便一點。那麼高層住宅之後會大概有一個什麼走向呢？就歐洲來說，大概會是精緻化、低碳化。因為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你很少能看到高層住宅的規劃。現有的高端的高層住宅大概率都會往低碳、環保還有智能化進行轉型跟改造。那現在例子也有，比方說米蘭那個垂直森林，還有法蘭克福在建的一棟高層，對整個高層進行垂直綠化，這應該說是在歐洲高層住宅的一個發展方向，當然也是一個賣點。另外，它的功能也是不一樣的。那底層可能是做商場的，或者是辦公樓，或者是酒店。那再往上，那就是住宅。一棟樓的業態是混合的，這樣呢，它的維護資金不單單是從業主那邊來收，還可以通過商業的高溢價來補貼住宅部分。那看咱們國內，那現在整個住宅的開發也緩慢了下來，大概率會有2個方向，一個就是高端化、豪宅化，很多的賣點就是大平層、更好的景觀、更好的物業服務，其實跟歐洲的高層住宅它的賣點很像。那這類項目呢，往往通過更高的物業費用來保證建築的終身品質。那另外的呢，相对更普通，有的甚至更粗糙、更遠郊的高层住宅，那這個確實有擔憂的方面。那這些社區就會面臨一個問題：資產貶值、設備老化，那中高收入人群流出，那這個就給城市治理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不過，对比歐洲這種高昂的物業費還有人工費來說，咱們也有自己的解決方法，就是無人機和機器人的運用。因為這個產業優勢，那也為咱們今後的高層住宅或者說高層建築它的運營跟維護開闢了一條新的技術路徑。所以未來能否解決這些社區問題，有一種可能就是這個社區能否及時的完成智能化運營這個科技迭代。那我們回答最初的一些疑問：為什麼要大量建高層？因為城市化的速度跟土地的利用方式決定了它需要這個工具。那歐洲為什麼不再建高層？因為它不需要用高層來解決住房數量的問題。這2種模式都是在城市化的過程當中回答了不同歷史階段提出的不同問題。2種模式從各自的角度來說沒有絕對的對錯，只不過我們的發展速度非常的快，好比在剎車的時候制動的距離會更長，會有一些問題急需要去解決。住房需求要從有沒有轉向住的好不好，因為決定一座城市的高度不僅是這個建築的高度，更大比重應該是生活品質的高度。2极分化是必然的趨勢，未來的高層住宅要麼走向科技化、豪宅化，通過科技、無人機、頂級的物業來對抗物理的老化，要麼就是無人問津的粗放管理，淪為時代的巨型遺產。這就是目前根據案例、根據推演所必須面對的現實規律。當容積率拉滿的紅利逐漸退場，我們不僅要學會向天空要空間，更要學會在空間裡留住生活。那未来的城市該如何發展？靠科技去完成進化，還是迎來重新的洗牌？這個答案誰都不知道，但這個答案又掌握在每一個買房者、物業人以及城市管理者下一個選擇當中。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下期再見。